各位好，这个是我们2500订阅大感谢的下半段节目啊。为什么上半段您看到一半就停了呢？原因是因为，本来呢该正儿八经的去跟大家聊3个这个观众的回复了哈，但是呢，当我录完了这期节目之后啊，我发现，有一位观众又跟帖了，又加上了一句疑问。所以我就发现，哎，那不对了，我之前的那个回复就有点太片面了，没有什么针对性啊，所以我想算了，干脆再补一段视频吧，分上下期啊，所以现在开始我们来正式的针对这位观众的留言啊，来去聊一聊怎么样把数据从一个 Apple ID 迁移到另一个 Apple ID 啊，虽然官方不支持，那官方不支持嘛，就是没有完美解决方案了。那么我们通过个人的方式，这位用户应该显然也知道了啊，就是先把数据保存在本地，然后再登录一个新的 ID， 再进行同步的这个大方向。但是我知道实际操作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些实操的问题啊。那比如说这位观众啊，就遇到了实实在在的问题。他这个跟帖补了几条啊，第一个他说备忘录没有办法用这种方法来去转移，那第二个呢是 Apple Watch 没办法用这种方法转移，第三个呢是 Apple Pay 没有办法用这个办法转移。那我想我就针对这3个这个具体的事件啊，再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在解释之前，我还是希望再啰嗦一句啊，就是我个人啊不建议在2个 ID 之间传输数据。如果你的一个老的 ID 觉得我想转移数据啊，那我更推荐的方法是你直接把这个老 ID 的注册地改为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就好了啊。方法在我之前做的视频里面我已经详细的给大家讲过了。那你说我老 ID 的地址改了，我还需要老 ID 的那个国家跟地区的一些 App Store 的 App 怎么办呢？哎，那你再申请一个新的 ID， 把它的地址变成老 ID 的啊。那通过这样的方法，其实你就可以变相的既方便了你自己，然后又能够绝对完整的把这个 ID 上所有东西搬家。而你如果一定是说我不要去改 ID 的注册地址，而是就是生生的在2个 ID 之间就是要传数据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你会遇到一些细节跟操作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们把这个叫做人肉搬嘛，你全是靠手动一条一条的搬。那我们 iCloud 上那么多东西，您全手动搬，其实这个蛮累的，而且还对你的设备有一定的要求。你 ID 里面存的东西越多，对你的设备越有要求。那比如说，如果你存了一些文件夹里的文档，那其实 iPhone 是没办法搬的，你只能用一台 Mac 电脑才能搬。那这个其实就要对你的设备又有了进一步的要求了啊。好，那接下来详细的解答一下这位观众的问题啊。首先是备忘录，备忘录怎么搬呢？其实思路还是一样的，把你现在的老 ID 当中的备忘录先存到本地，然后再登录新 ID。那这位观众遇到的问题应该是他不太清楚怎么把备忘录存到本地，因为备忘录它默认就是在 iCloud 上面，好像没有一个选项，默认的情况下哈，没有一个选项说要存到本地的。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备忘录它的操作逻辑原本就不是一个云端同步的逻辑，而是设备端只是作为一个终端，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窗户。你看到的所有的备忘录都不在你家里，而是窗外的风景。这个窗外就是你的 iCloud 啊 ，Apple ID 所在的这个网络端服务器。所以你感觉你的备忘录全在你的手机上，其实呢，它一丁点儿都不在手机上啊，在手机上的是0，其实所有的备忘录都在你的 iCloud 端。那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原因就是因为你就把手机屏幕理解成一个窗户，每当你打开备忘录这个软件的时候，你就把这样窗户打开了，你的人脸呢就伸到窗户外了。那你想这样的视角是不是就觉得我看到的所有东西其实都在我家一样啊？
啊，是这么种感觉啊。所以解答这个方法其实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操作就可以了，你只要打开备忘录的设置，你就会发现进入另一番天地的大门了啊。那我现在切换视角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哈。你比如说你直接开备忘录，这个里面大家看到只有 iCloud 对吧？只有 iCloud， 这是默认的，它没有本地的，没有办法下载到本地。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先退出，找到设置里面的备忘录，那看到吗？设置里的备忘录，把它点进来，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开关，它默认是不开的，有没有看到？叫我的 iPhone 账户，它默认是关闭的，也就是说默认你的 iCloud 你的备忘录是不存在本地的。这也是对的啊，因为这个符合99%的用户的需求。那你如果一定要生生的啊不听我的建议，你一定要这个去两个 ID 之间去签数据的话，那备忘录你只能把这个开关打开了。好，打开这个开关之后，我们再回到备忘录，你会发现什么了？多了一个叫我的 iPhone 的选项啊。那所以在这个界面当中，你就会看到我 iCloud 里面有1条备忘录，我的 iPhone 里面有0个备忘录，对吧？那我为什么说不建议这么做呢？因为接下来你就要人肉搬，那你这边可以是100个、1000个都可以啊，因为我这个样机我只有1个。那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搬。我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把 iCloud 里面这1个去搬到我的 iPhone 里面。那当然我要先进来，对吧？先进来之后呢，我可以点这个，然后点选择备忘录。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叫全部移动的，那我这1个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如果有1000个呢，你就不要去一个去点勾勾了，你就点全部移动，它非常贴心的，下面是有这个全部移动的，也有全部删除啊。那我点这个全部移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就可以出现一个叫我的 iPhone 的选项了。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在我的 iPhone 里面去点这里的这个备忘录。好，这个时候你发现啥都没了，对吧？不要急，返回。你再返回到这个界面，就看到现在是什么情况？ iCloud 里面0个， iPhone 上1个。那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把你 iCloud 里面的备忘录全部的同步到 iPhone 的本机上面。但是这个建议我不建议大家操作，除非你是像这位观众一样要移动的，要移动你也是立马去操作，因为 iCloud 上一旦没有，比如说此时此刻我这个手机不知道为什么就坏了，好，你1000个备忘录全没了，因为你已经把它移出 iCloud 了， iCloud 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风险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如果重要的一定要再在其他地方备份一下，然后再过来做这个操作。那这个时候你再去退出 iCloud， 你的备忘录就全留在本地，然后你再登录一个新的 ID 进来，注意这个时候新的 ID 也不会自动的去把你刚才手机里面的那1000条备忘录同步到新的里面，不会的，你还是要来到刚才我说的那个界面，然后去移动一下，这回是反着移动啊，我相信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啊。从我的 iPhone 再全部移动到你新的 ID 的 iCloud 里面，这样的操作才能够把你的备忘录给完整的移动过去啊。这个是备忘录怎么移。那第二个呢，这位观众就提到 Apple Watch 怎么移。那首先 Apple Watch 跟 iPhone 之间的配对，它是硬件和硬件之间的配对啊，咱们别较真儿啊。有人跟我说啊，你这不属于硬件。你对普通人来讲，你就这么理解啊，它就是硬件和硬件之间的这个配对。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就是切换 ID 的话，理论上来讲，这个和 Apple Watch 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它 Apple Watch 和 iPhone 的配对信息，它是不在 iCloud 里面的。那 iCloud 针对 Apple Watch 它起到什么作用呢？比如说你 Apple Watch 生成的这个健康数据，就这个数据由由这个 Apple Watch 搜集完了传到你的 iPhone 里面，再由你的 iPhone 就是加入到这个健康 App 当中，然后 iCloud 同步的是你 iPhone 里面健康 App 的健康数据，这个是有的。那包括 iCloud 可以同步你Apple Watch 的备份，这个也是有的，但只不过你发现不了，它是默认的啊，自动涵盖在这个你的账户当中的。所以只要你换了一个手机
或者退出了一个账号，大概率上你的这个 Apple Watch 都是要重新配对的。当然，如果你是没有换手机，只是切换了一个账户，这种情况 Apple Watch 应该不用重新配对吧？因为这个我没有特别留意过所以说你大不了就是把 Apple Watch 再重新配对一下就好了。只要你在退出账户的时候选择把健康数据保留在本地，然后再登录新的 Apple ID，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发现 Apple Watch 跟 iPhone 脱离了，你再重新配对一下，我想这个问题就不大了。因为 Apple Watch 跟谁配对，理论上它和数据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两个硬件之间的一个沟通和连接而已所以先把数据传输完成，看一下，如果能继续用，那理论上也有这个可能，因为我没试过嘛。如果不能继续用，大不了重新配对一下，这就没问题了这个是我觉得 Apple Watch 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估计大概率上 Apple Watch 就是你直接转就好了。它应该不会，因为你没换手机，你只是换 ID 嘛，它应该不会存在一个要重新配对的问题但我不能100%确定。第三个问题是 Apple Pay。对于这个 Apple Pay 来讲，它是一定没有办法去这个转一个 ID 的，一定是没有办法的因为 Apple Pay 和你的手机的密码，还有你的面容 ID 或者触控 ID， 它都是保存在 iPhone 当中专门的安全芯片里面的。而这个安全芯片，我们在第2季讲 iPhone 硬件的时候跟大家去详细的聊过了。你可以就是自己再去找一找，我不知道我这边我不知道这个链接我能不能想得起来放去搜索一下我频道的节目，应该能找到讲第2季的瓜子泡茶 iPhone 的硬件当中，我有讲到过这个安全芯片的问题。这个安全芯片储存的就是你的密码、你的面容 ID 跟 Face ID， 面容 ID 和触控 ID， 我脑子里面一定要想一下中文怎么翻，就是 Face ID 跟 Touch ID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叫什么Apple Pay 这几个是存在安全芯片里的。而这个安全芯片就是在硬件上，它只许进不许出，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机制的一个。从硬件上就保证了你没办法被破译的，没办法破解的。那像这种芯片，它肯定是没有办法进行迁移的。那你只能够通过重新再去绑定的方式就是你比如说你原来的Apple ID 里面你绑定了2张交通卡、2张银行卡那你一旦切换了 ID 肯定是都没了。那你就只能把什么呢？把原来那2张这个交通卡和2张银行卡再重新绑一遍。银行卡问题不大但是交通卡里面的余额可能大家没有具体操作过。我不知道其他地方，但我知道上海的这个交通卡，你是可以通过上海交通卡 App， 然后去把余额转到上海交通卡 App 里面，然后你在新 ID 里面再链接上海交通卡 App， 把原来上海交通卡 App 里面的余额再传到新 ID 里面。所以讲到这儿，大家应该能明白我为什么不建议你这么做了为什么不建议这么做？道理就在这里当然您愿意折腾的话也可以这么折腾但是就是就这么回事吧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我尽可能的帮大家去分享一些对大家疑惑的这种我的看法而已仅此而已。好，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下面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刷脸诈骗的问题刷脸诈骗呢，我说了最早我是不知道这个事儿的也是因为观众留言我才自己去学习了一下，科普了一下，然后也专门做了一期 FaceTime 诈骗的视频。那后来呢近期吧我又补了一期节目，就是说把这个 FaceTime 和你的手机号码去剥离开，这样呢安全性会稍微更强一点，它跟运营商呢就没有任何的联系了。因为 FaceTime 通话本身是端对端加密，所以你们的通话内容，即便是骗子给你打电话，你们之间的通话内容也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包括 Apple 也不会知道这就是端对端加密的好处。但是呢，运营商可能知道的是你这个手机号码在什么时候使用了 FaceTime，
至于你聊了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运营商会知道你什么时候使用了呢？原因是因为你在注册手机号为 FaceTime 的主叫跟被叫号码的时候，需要向运营商注册，有些地区可能还需要收取费用啊。目前中国大陆应该是不收取费用的。那如果你想避免这一点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上一期节目讲了，只要把手机号以手机号作为主被叫方式的这个勾给勾掉，然后选择以邮箱为主叫和被叫号码，其实就可以很好的规避这个问题。我发了这期视频以后，已经有观众留言说成功了啊，确实用这种方法不再会收到一些电话回访了。那我个人呢也是通知家人把这个全都改掉，因为毕竟在国内大部分的情况下，能用 FaceTime 这个功能跟你，特别是经常跟你用 FaceTime 聊天这个功能，都是一些家人或者是特别好的朋友不太会就是广泛的使用 FaceTime 的方式，因为认知度不够嘛，所以你把它改掉，其实安全性会更高一点。如果在国外的话，其实你直接用 Apple ID， 我觉得也不会太影响你这方面的体验的啊。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通知家人去改变这些设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我觉得有必要讲出来。如果懂的人呢，你听到了觉得有点好笑的这些点哈，就牵扯到这个刷脸诈骗的问题。这也是因为我跟家人之间去聊这件事儿，我才知道原来像我家人这样的 level， 他会这么去考虑问题。怎么回事呢？因为除了这个FaceTime 去冒充什么客服啊，给你打电话让你去操作一些东西，看到你的屏幕密码之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在中国大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特别是什么付款啊，包括这个政府机构啊，特别是政府机构啊，都喜欢用这个刷脸来去认证是不是你。这包括很多时候你密码忘了，手机号也换了，邮箱也换了，哪儿都不能证明了啊。这个身份证号也没了啊，这个付款方式也没了，最终怎么证明你是你呢？你只要刷脸就可以。现在这个国内特别认这个刷脸，对刷脸呢也特别有自信。但是呢，这个刷脸其实被一些聪明人早已破解了。我给大家讲一个在我身上真正发生的故事啊。我离开国内之后，其实我国内有一个这个汽车牌照，大家知道这个大城市的车牌还是有点值钱的嘛。那我想把它注销或者卖掉，经过这个中介的建议，还不如租出去啊。那我这个车牌就租出去了。那你租出去要签一些租赁和这个协议嘛？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又不想麻烦到公司去签，他就说能不能网签啊？那我说网签也可以，我以为网签很高级呢，结果签完之后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跟那个中介公司微信视频一下，然后呢，他让你授权登录你的这个交管 app。但大家知道交管这个 app， 你如果想在一个新设备上登录，你即便密码对也不行，它一定要刷脸的。那我就把密码先改成了一个简单的密码，让他们方便登录，因为他们可能要帮我操作啊。可能是很多客户就是这个就聊到隐私的问题了，对吧？你像如果让我来说的话，你可以让我操作的，我会操作的，但其实可能很多国人就特别是上年纪的，你想有这些资源的，但凡都是有点年纪的吧，就是懒得操作啊，隐私我不要啊，密码我告诉你，你替我搞定就好了。这大部分国人都这个心态，所以你想在这种心态下，你想注重隐私，我不能说不可能，但是你一定是要经历千辛万苦的，就是成本会非常高。那我也懒得跟他纠结，我就改了一个密码，我说密码给你，那接下来怎么办？他说要刷个脸，我说怎么刷脸呢？你知道怎么刷脸吗？他把我的账号密码输入到他的手机上的时候，这个交管 app 就要我本人来刷脸认证，对吧？那他怎么办呢？他用2台手机，一台手机登录交管 app， 我的交管 app， 另一台手机跟我微信视频，然后2台手机脸对脸。那么这个 app 要求刷脸的刷到哪儿了？刷到另一台手机我的视频通话的视频上去了，那就能通过。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想一想，但凡用刷脸的前提，是不是只要你有一个视频通话的脸在那儿，你都可以解锁？那听到这儿，如果之前没有跟着我节目听的话，建议你一定翻到我前面的一期节目，我有讲到过 iPhone 的 Face ID 和现在所称的刷脸到底有什么不同。那简单来讲，就是 iPhone 的 Face ID 你是绝对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就去解开的。但是其他的第三方 App， 所有第三方 App 用到的那种，就是你在屏幕上自己能看到自己的脸，然后还让你别动，屏幕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变绿，有的时候让你眨眨眼，有的时候让你摇摇头，但凡是这种的，它都不是 Face ID， 它都用的是自己开发的一个刷脸系统，可能是跟被政府认可的，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对吧？它用的是它自己的，跟 Face ID 没有任何关系。但凡是用到 Face ID 的情况下，你都不可能看到你自己的脸的，就是你在手机屏幕上是看不到自己的脸的，而你会在你的灵动岛或者你的刘海或者在屏幕中间显示那个转一个圈，然后一个 Face ID 笑脸通过的图标，这个跟你解锁 iPhone 屏幕一样的这才是 Face ID， 而 Face ID 是绝对不可能通过这种视频聊天的方式就进行解锁的。这就是本质的区别。想详细了解的，我还是建议你回去看一下我讲 Face ID 跟其他品牌的刷脸的不同之处。那我个人的认知范围里面，我觉得只有 iPhone 的 Face ID 现在是能够做到这个级别的，其他的都是人工智能的读图而已，所以它才能够通过这种远程的方式进行刷脸嘛。那当我给我的家人说了这个要改这个FaceTime 的主叫号码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那我为了安全，我把我所有的什么支付宝、微信的付款的这种刷脸的功能全都关闭了。那我也懒得跟他们说了，对吧？那就是你想你关就关吧，你自己是愿意麻烦就麻烦吧。但是各位观众，如果你能够跟得上我这个节奏啊，你应该会很清楚的分辨哪些是 Face ID 面容 ID， 哪些是那种刷脸，就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淘宝跟微信很多支付刷脸它用的是 Face ID， Face ID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你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但是你说我再跟家人去讲他们的区别，我实在是有点心累了，实话实说啊，实在有点心累。为什么？我都做过节目的啊，我家人是我的第一批粉丝，节目都做过，那你让我再讲一遍，我懒得讲。那如果我说你去再看一下我的节目吧，那我又担心是不是自己的家人会觉得我没耐心耍大牌或者是怎么样啊？你们有家人你们都懂的，那所以我也就没多废话，你想关你就关吧。但是我想跟各位澄清一下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刷脸诈骗可能会有这个原因，比如说您在某些平台，或者是现在很多 App 是要求你一定要用他们的刷脸方式进行刷脸，他不认 Face ID。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我就不展开了，不方便展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些时候他给你打一个 FaceTime 通话，只要你的脸露在这个屏幕上面，他可能就会利用这个空档把你的脸就这么刷掉了。这个可能是大家普遍认为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但其实漏洞百出，就直接被刷掉了。那所以这个其实我还是想跟我的观众们再次的重申一下啊，我希望各位能够非常快速的就去分辨哪个是属于 Face ID 面容 ID iPhone 的面容 ID， 哪个是那些个。你要能分清这个，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既方便自己又保护自己。啊，这个是第二个要跟大家聊的话题。第三个呢，就是不作为重点啊，但是也聊一下，就是权益机和资源机，这个在大家买二手，特别是二手海外 iPhone 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权益机。这个我在聊购买二手海外 iPhone 的经验分享那个2期节目的时候，曾经有花过一些时间聊过资源机这个东西。就是一些比如说14天退换货的呀，或者是一些这种只是拆了一下包装又被官方拿回去，然后不知道是什么渠道又流转出来，也就是它的成色比较好，但是没有保修，当二手卖，但是可能是二手里面品质最好的那个梯队。
那现在又出来一个叫权益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能够查到这个手机的激活时间，你能真正看到这个手机有没有被激活，其他的跟这个资源机是完全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它的数据更透明一点，比资源机呢成色再好一点。但是这个话题我在之前做节目也聊过啊，就是说不管是权益机还是资源机，我个人都不建议购买。为什么？您买二手的海外 iPhone， 除了想要一些国行版没有的功能你想体验以外啊，大概率上也是希望便宜嘛，那这个价格有价格优势嘛。但如果你买二手海外手机，你还去买资源机或者是权益机的话，其实那个价格已经完全没有优势了，它可能就简直是类似于官方的价格给你打个8折。那我觉得这种价格没啥特别的优势了已经。当然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您如果觉得能够以官方价格打个8折就能够买到一个二手手机，用起来也是挺划算的，这个您请自便。但是我认为这个价格不足以优势，如果是官方价格打8折，我还不如直接买新机。有很多渠道你直接买新机你也能拿到官方价格打8折的，有些经销商有些搞促销，或者有些机型在很多时候就是你如果懂这个行业的话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个人不推荐。我觉得你要不然你看重成色你就买新手机，你如果要看重性价比你就买明明白白的二手手机。你只要它没有什么暗病，它是一个专门做生意的，有啥说啥，什么就是这个机器什么成色它就配什么价格，只要你买的是成色跟价格是对等的，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所以再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权益机和资源机，因为这个权益机是最近刚冒出来的一个新名词啊，起码我是刚刚听说到的。这位观众如果不留言，我都不知道又有了这么一个新名词出来啊。那好，这个就算是我们2500订阅的大感谢视频了啊，分了上下期，应该会同一天放出吧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也感谢您的推荐，我们下期再见。